有些公车白天跑的是路线，深夜跑的是另一件事。在继续之前，我要先跟你说一件事。七爷八爷，很多人以为只是庙里的装饰，或是鬼片里吓人用的角色，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神明，有名字，有来历，而且那个来历比你想的还要硬。七爷姓谢，名必安；八爷姓范，名无咎。光是这两个名字，你细品一下：谢必安，悔过认错才能得到平安；犯无咎，犯了罪就是无从救起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悔过不就好了，认个错不就没事？没那么简单。你说的那句对不起是真心的，还是你只是怕了？这个不是你说了算。七爷给你机会开口，八爷来判断你那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先过七爷，才轮到八爷。连七爷那关都过不了的，八爷那边根本不用排队。那他们是怎么来的？民间传说有好几个版本，但有一个版本根源埋在真实的历史里。西元755年，唐朝，安禄山起兵叛变，史称安史之乱。整个北方几乎一夜之间就换了旗帜。当时有一座城叫睢阳，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，是挡在江南门口最后一道防线。守将叫张巡和徐远，城里几千兵，城外几十万敌军。他们撑了将近1年，打了400多场仗。粮食没了，先吃茶叶纸张，吃完杀马，马杀完了抓麻雀、挖老鼠。城里原本3万多百姓，撑到最后只剩400人。城破那天，张巡面朝西方拜了2拜，说了一句话：活着没办法报答，死了我继续杀敌。新唐书记到这里就翻篇了，正史只记活人，不管死了的人去了哪里。但民间记得，民间说张巡和徐远死后，燕王感念他们的忠义，封他们为城隍，让他们继续守，只是从阳间的城换成了阴间的城。而他们手下那些跟着一起死在城头的差役也没有散，其中2个当初是奉命出城去搬救兵的。谢必安被敌军抓住，吊死在城头，所以七爷的神像舌头是伸出来的，那是一个人被吊死的样子。范无咎溺死在护城河里，援军没等到，所以八爷的神像脸色黑得像深夜的水，那是一个人沉下去之后浮不上来的颜色。死之前他们是守城的差役，保护百姓，捍卫城墙。死之后他们还是差役，只是巡逻的范围从睢阳城的城墙内外换成了你我走过的每一条街，每一班深夜的公车。白天庙会他们出来是节庆的样子，羽扇手绢，走路带着重笼。深夜暗访是另一套。七爷右手一根火签，左手一条铁链垂着，背后斜背着一把伞。那把伞不是为了遮雨，是他当年跟朋友说等我回去拿伞，结果回来了，朋友已经不在了。那把伞他背了1300年。八爷手握纸虎牌，腰间挂手铐，背后背着一个包袱，没有人知道包袱里装什么，也没有人想知道。所以如果你某天深夜碰上不在任何时刻表上的公车，先别急着上车，先问问自己，你这辈子亏欠过谁？高雄凤山，农历7月初7，凌晨12点17分。林子谦刚从公司走出来，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 U-Bike。从凤山骑回寮松，这条路他骑熟了。夜深人少，吹个风，20几分钟就到家。结果到了站点一看，只剩2台，一台坐垫被人割破，另一台上面不知道谁吐了一滩。他皱着眉站在那里，考虑要不要走去下一个站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抬起头往省道方向看了一眼，远远的一对昏黄的车灯从夜雾里慢慢浮出来，是公车。他眯起眼睛看了一下，这个时间还有车。省道的另一头，这班车的司机叫陈义成，大家叫他老陈，57岁，3代渔民出身。他外公当年是红毛港城隍庙的乩身，老陈从小就在庙里看过落基是什么。民国96年政府迁村，红毛港连同庙一起搬走，老陈的家也就在那个时候散了。后来他考了大客车驾照，在高雄市公车跑了21年，固定跑凤山往寮松这条线。
不是没想过换线，只是走太久了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他选了这条路，还是这条路选了他。20几年前，一场庙会阵头出了意外，他临时替一个受伤的七爷神将抬轿，才抬了半程，身体就不是自己的了。他说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像是有人从背后轻轻推你一把，然后你继续往前走，但走路的不是你。他第一次落机。庙方的老人看完也没大惊小怪，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说：“你外公的门开在你身上了。”从那之后，每年农历7月，他就知道这条路线不一样了。他有个自己的规矩，最后一班出发前，在仪表板左下角点一炷香，不说话，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今天也在这里。庙方给了他一个没有写在任何文件上的封号——引路人，不是带活人去目的地，是在两界之间替那些还没走完的魂确定方向。白天他是公车司机，深夜那班没有时刻表，没有调度记录，连公司都不知道他在跑什么。只见看着那对车灯越来越近，脚已经往站牌方向走了。他当时心想，就算只在2站也好，总比再去找 U-Bike 省事。公车靠站，引擎声闷闷的，不像新车，车牌号码隔着雾，有点看不清楚。猛开了，只见犹豫了不到1秒，上去了。这个决定，他后来想过很多次。如果那晚 U-Bike 还有好车，他就不会站在那个站牌下；如果他没有抬头往省道看，他就不会看见那对车灯。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。车厢里日光灯闪了一下，没再闪第2下。车上还有2个人，右边靠窗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西装皮鞋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看起来像是某种主管，或是习惯让别人怕他的那种人。只见第一眼扫过去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第2眼才发现，这个人的胸口没有在动，不是微微起伏，是完全静止。你盯着看10秒，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，然后再盯10秒，确认自己没有眼花。他的眼睛是开着的，盯着前方某个地方，但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。嘴角有一个弧度，只见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意识到那不是笑，是某个表情卡在那里，再也没有动过的样子。他的手放在腿上，摆得很正，左右对称，像被人摆上去的。窗玻璃上映着他的倒影，只见多看了1秒，倒影没有动，但他感觉那个倒影的眼神和本人不太一样。他决定不再看那个方向。左边斜后方坐着一个穿黑衣的女人，30出头。她的脸很白，不是干净的白，是那种把什么东西用力压在脸底下，压到气色都没了的白。她的头发是湿的，指尖往窗外看了一眼，外面没有下雨。她的手放在膝盖上，10根手指交扣，扣得很紧，指节有点发青。子谦以为她只是在发呆，直到他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动，很轻，几乎看不出来，但确实在动，像在反复说同一句话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他没办法看出她在说什么，但他有一种感觉，那句话他已经说了很久了，久到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在说。子谦移开视线，盯着自己的手机萤幕，什么都看不进去。司机没开广播，没放音乐，就是盯着前方，手背上的筋绷得很直。仪表板左下角插着一炷香，燃了一半。公车出了市区，上省道，路灯开始变细。子谦靠着椅背，想说闭眼休息一下，但睡不着。后排有点不对，说不清楚，就是后排突然有了一种重量感，让你感觉空气不一样了。他往后瞄了一眼，原本空着的后排坐了2个人，一高一矮，一白一黑。高的那个白脸、官帽、长袍，右手一根火签，左手一条铁链垂着，背后斜背着一把伞。矮的那个黑脸、横眉，手握纸虎牌，腰间挂着手铐，背着一个包袱，眼神在车辆里扫了一圈，不是在看人，是在读什么。子谦的手机从手里滑落，声音在空车厢里听起来很大，没有人转头，连那个西装男都没动。老陈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先生，你是在哪一站上来的？”“凤山，省道那个站牌。”老陈沉默了好一阵子：“
那个站牌今晚没有排班。子谦的手指慢慢收紧。那这班车是灵车。老陈说着很平静，没有前置，也没有解释。今晚我跑的不是凤山到辽松，是从人间到城隍庙。子谦的呼吸停了半拍，他下意识往右边看，那个西装男还是盯着前方，胸口还是没有起伏，嘴角那个弧度还在。往左边看，那个女人的嘴唇还在动，10根手指还是扣子，头发还是湿的。他们不是要回家的人。他忽然明白，为什么这2个人从上车到现在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没有滑过手机，没有打过一个哈欠。后面那2是押送的差役，他们送的是今晚的魂。那你，老陈顿了一下，上错车了。车厢里安静得像水底。子谦慢慢转头看向后排，七野和八野中间隔着一个空位，那个位置他上车时明明是空的，现在说不清楚里面坐着什么，只是那个地方的空气比旁边冷了一截。老陈继续说：“先生，你有没有什么事还没做完？”子谦张了张嘴，没有声音出来。有的话，现在想清楚。城隍庙到了，他们会让你下车，但你能不能走出去？他停了一下，要看他们翻到你那一页停多久。公车划过下一站，月台上空无一人。老陈还是把车门开了30秒才关上。子谦的手按在前排椅背上，指节都白了。他最后还是忍不住偏了一下头，用眼角往后扫。黑脸的那个正在看他，不是看，是读。子谦感觉自己的胸口像被人安静地翻开，一页一页。他没有跟父亲说过对不起，他知道应该说，但他一直让那件事搁着。他欠朋友的那笔钱已经装作忘记了。他前任等过他很多个夜晚，他从来没解释过为什么没出现。八爷没有说话，只是翻了一页，在某个地方轻轻停下。子谦觉得自己的呼吸开始不够用。这时候，七爷缓缓抬起右手，火签在昏黄灯光下投下一道细长的阴影。他没有指向任何人，就这样举着，像在等一个答案。先生，终点站到了，下车了。子谦站起来，低着头走向车门，步伐比平时快，但没有跑。经过那个西装男的时候，他忍不住瞥了一眼，对方的眼睛这时闭上了，胸口缓缓动了一下，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，终于慢慢吐出来。嘴角那个弧度消了，那张脸松开之后，其实没有子谦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只是很累。经过那个女人的时候，她的嘴唇停下来了，10根手指一根一根慢慢松开。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，好像有点不确定那双手是自己的。然后她闭上眼睛，斗发上还有水在滴，但她的表情是平静的。子谦没有停下来。靠出去的那一秒，他听见身后七野发出一个声音，不是语言，像是笑，但那个笑听起来不是在嘲弄他，是一种很老很累的悲鸣。他站在月台上，没有回头。公车缓缓开走，消失在夜雾里，没有尾气，没有转弯，就是慢慢淡掉，像从来没出现过。他低头看了一眼站牌，路线号码是空白的。那晚回到家，他冲了澡，坐在床沿，给父亲发了一则讯息：“爸，对不起。”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那个当下突然这么急，就是觉得如果再拖，下次八野翻到他那一页，停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。七野八野查的不是罪行，法院查罪行，警察查罪行，他们不管那个，他们查的是你欠的那些说不出口，还没还，以为时间长了就可以算了的那些账。七爷的谢是机会，八爷的饭是结局。先给你机会开口，开了是真心，就此罢了；开了是侥幸，那就轮到八爷了。
高雄凤山的凤义城隍庙创建于清嘉庆5年，天井悬坐一把大算盘。城隍爷算的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功过，那本账从你出生那天就已经开始记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，把这班车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没上车的人。我是小明，我们下集见。